快看，这个男人正在吃砖头，他甚至还会吃泥土，更疯狂的还会吃肥皂、吃床垫、吃汽油，甚至尿都不放过。这些上瘾非常的可怕，甚至危及他们的生命。本期节目就来聊聊那些最奇怪的上瘾。上集一键3连，给所长一个支持。这位来自印度卡纳塔克邦的30岁男子，从10岁起就一直在吃砖头或沙粒。这个男人叫拉帕霍诺甘迪，他并不满足一天只吃一点点砖头，而是要吃掉多达2公斤的砖头。这个奇怪习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甘迪是一名工人，他通过在周末为村里的游客表演来补充他的收入，这既能满足自己的癖好，又能赚到钱，他非常开心。朋友和家人都希望他能为了健康停止这个习惯，但尽管亲人们恳求，甘迪仍然坚持他的爱好。他对其他的食物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声称自己无法控制自己，只要看到砖头就想吃，就像人们吃零食一样，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但医生警告他，他需要补充其他的营养，他却说只有砖头才能使自己开心。19岁的少女布拉德索天生对肥皂上瘾，而这样的上瘾正在慢慢杀死她。布拉德索每天吃5块肥皂，肥皂的毒性引起了一些非常严峻的健康问题。布拉德索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奇怪上瘾的人，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会忍不住咬肥皂，把它放到嘴里，让它溶解掉。他们对肥皂的味道和吃肥皂给他们带来的感觉都上瘾。对这种奇怪肥皂上瘾的人，会舔肥皂条，也会在淋浴时舔身上的肥皂泡。这是一种危险的上瘾，有这种上瘾的人需要寻求医疗帮助。严格意义上讲，肥皂的主要成分是高级脂肪酸盐。一些专业的研究表明，肥皂的毒性很小，但是长期或者大量食用还是会对人的消化道有影响。吃肥皂并不会吐泡泡，取而代之的是呕吐、肠道梗阻或者腹泻，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呼吸困难。一位名叫凯瑞的53岁女子公开承认自己有喝尿的瘾，这让人震惊万分。她一开始也是一个正常饮食的人，但是在她6岁的时候，她去了一个很大的公共厕所，发现里面环境很糟，但是在她闻起来，这个味道就是清香的。所以他回家就试着喝了一下自己的尿，之后他就爱上了这种液体。在接下来的10几年里，他不断地摄入尿液，但后来出现了腰酸背痛、经常出汗的现象，身体越来越虚弱。原来尿是一些废物组成的，长期的喝尿增加了肾脏排毒的负担，久而久之，肾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每天他都会喝上5、6杯尿，并用尿液来洗头、洗眼、刷牙，甚至洗澡。只要他一出现，人们就能闻到全是氨的臭味，人们纷纷逃开。罗伯特1991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这个男人对吃塑料会损害肝脏并导致肠梗阻，因此罗伯特正在克制自己不要吃塑料袋。吸血鬼题材的电影一直都很火爆，但这种恐怖人物竟然在真实生活中也存在。美国29岁的纹身艺术家米歇尔嗜血成性，每天几乎要喝1升的猪血。他自称从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喝猪血了，血对于他几乎和水一样重要。有时候他会直接用玻璃杯喝血，但有时候他也喜欢烹制一些血做的食物，或者把血和其他东西混到一块吃。他可能是最著名的雅利安人之一，他是一名作家和歌手。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吸血鬼的爱好者做辩护。他写了几本书，并出现在几档电视和广播脱口秀节目中。他认为人们应该自由地生活。令人有些惊讶的是，有多少人会选择像吸血鬼一样生活？米歇尔非但没觉得血的味道恶心，反而觉得喝起来很舒服。他说，当血划过喉咙，那感觉就像是感冒时喝了杯热甜酒。不喝的话就会急躁、发怒，会闷闷不乐。太久不喝的话，甚至感觉会死。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上瘾，喝血会带来许多健康风险，血液可能携带许多疾病和细菌，喝它的人可能会因此而生病。
喝太多的血也会导致体内铁含量异常，总之并不有利于健康。油漆是又臭又脏的化学物品，但有的人却偏偏喜欢把它当作自己的零食。这是美国女子希瑟比尔一天中的爱好，那就是喝油漆的感觉。自2011年染上这一怪癖以来，3年里，她已经喝下了近14升油漆。比尔现年52岁，与2个孩子住在阿拉巴马州。他在2011年第一次尝试喝油漆，逐渐上瘾。为了满足自己独特的欲望，他每天都去五金店，拧开笔帽，将笔管里面的油漆挤到自己的嘴巴里。爱饮油漆这一怪癖源于他母亲过世之后，由于过于伤心，他每天就会喝一定量的油漆，并用笔做上标记。他说喝油漆时，油漆沿着喉咙流下的感觉非常好，感觉到很温暖，就像母亲的爱一样。但其实它有很强的化学味道，虽然油漆具有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类似于酒精，但它的毒性会使人恶心和呕吐等。吃过量油漆者严重时可能会失去行走、说话及思考的能力。不出意外的是，长期饮用油漆已严重损害了他的肾脏，对此他坚称不会再吃了。给充气娃娃起名字甚至称为爱人，你见过吗？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喜欢的玩偶或者充气玩具，尤其是在游泳池或海滩的时候更是如此。但一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男子对他的充气玩具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上瘾。他的名字叫马克，他有15只充气动物，他对他的充气玩具上瘾到了他永远不会离开他们的地步。他会为他们做美食，他吃的每顿早餐、午餐和晚餐都会和他一起坐在餐桌旁。虽然这都是他的爱，但他对他的黄色充气龙有着特殊的情缘。他的名字叫莉拉，马克声称她是他一生的挚爱，他对她如此着迷，以至于他声称要娶她。马克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没有生命的玩具产生感情的人，日本也有过人和玩偶结婚的现象出现，甚至泰国也有这样的例子。他们都认为这样的娃娃非常好，可以随意打扮，而且非常听话。但正常人看来，这种上瘾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疾病，但实际上，这样的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越来越常见。如果这些上瘾没有看够，就让我们接着看下集。下集将有吃汽油上瘾、被蜜蜂蛰上瘾，甚至吃虫上瘾的几个人，敬请期待。感谢收看，我们下集再见。